多谢武小姐元首，给我出了这个主意。只认杨氏为娼，她的身份便无从考察，就连她说的话，堂上也无人肯信了。杨郎君谬赞了，我不过叫你们替她寻个身份，谁想到你能找个那么见不得人的去处，心肠不够阴毒，断然想不出这等奸计来。为我杨氏全族上下安稳，只得牺牲她一个。都说容大小姐智谋无双，在我看来都是外界谬传。那不显山不漏水的，才是真有智谋。大安无以为谢。这珠子，小姐你收着。待官司了结，我另有重谢的。夜明珠，给个瞎子送夜明珠，真是可笑。收着吧。小姐，您为何帮着这恶徒呀？你晓得外头人都说什么了？他们说堂上魏克俭都认罪了，那冒出来的杨氏必是个假的。还说他叫魏家收买了，专来诬害杨家的。这案子闹到如今，还怎么审？哎，当初你就不该拿庆云换我，拿住徐松谋害钦差的把柄，也免得他从中作梗了。这就是为了武家，人都死了好几年了，还不是死无对证？祖传医术，百治百灵。胜过华佗转世，赛过扁鹊再生，疑难杂症手到病除。先生，我奶奶眼睛看不见，能医吗？哎，饿也饿死了，哪有闲钱诊病吃药啊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！穷病恶病，仙丹也治不了。老妈妈面色清白，唇色发紫，此乃气血亏虚。心阴不足所致。我来给您看看。不瞒老妈妈说，我家先生行善积德，济困扶危，遇贫苦人家只收药钱，不收诊金的。看看吧。是否常常饥渴不止，夜不能寐，也有胸闷气短、胸口绞痛的。这并不是一两天了，你怕是有什么伤心事吧？诊病须得对症下药，老妈妈的病在心里，有什么委屈，不妨对我们说了，或可替你排解排解。先生果然神通。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只得一个儿子，这白发人送黑发人，
叫我怎么不伤心呢？老妈妈还欠节哀，心阴不足，不止伤痛过度，还有个居住潮湿的缘故。还容我进屋内看看，就算没钱吃药，扎上几针，缓解缓解心疼病也是好的。家徒四壁，只得片瓦遮头，那盗贼来了都得绕着走，难为先生不嫌弃，还请屋里坐吧。好。官府来抓人，也不知犯了哪条罪，也不曾给个说法。当年只因家贫，才去魏家借粮。听说不见了心腹，我那儿子心善呀，就替他去寻妻。去了3天2夜，带回来不过3斗米，50文钱，说是魏家给的谢礼。老妈妈还请节哀，往后我会再来看你的。谢谢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哎，这是我奶奶的拐杖，怎么混到这里来了？我的拐杖不就在这儿吗？啊，你又从哪里抱的柴呀？这几天我给高伯娘家磨豆腐，不得闲去捡柴火，从老屋那堆烂木头里捡来的。那间老屋，从前住的是谁？是我爹呀。魏明。传魏克俭。魏克俭，你供认亲手杀死杨氏，族亲魏明、魏老五替你抬埋尸体，那么尸体埋在何处？这傻子能说出个什么呀？这样下去，案子还怎么断呀？可是，犯人一时清醒，一时糊涂，碰巧今日是他糊涂的日子，还是本官来说吧。真正杨氏的尸骸早已被掘出，就在清风山山脚下。魏家茶园也在清风山，魏克俭寻此地埋尸，再合情理不过。是吗？魏家并非深山独居，他连夜杀人埋尸，难道左近人家都是泥胎木雕、耳聋眼盲，竟然一无所觉，凭他尸尾？徐大人以为可行吗？陆大人不曾查过卷宗吗？时方昏夜，又逢大雨。邻舍不知他杀人恶行，再有魏老五、魏明以运送茶袋为名替他遮掩，哪个会多事疑心他？传魏老五的母亲常氏，女儿魏苗儿上堂。还有人啊？这是什么人？是个瞎子来干什么？是个瞎眼老妇。还有谁呀？徐大人，这是魏老五的母亲与女儿，你瞧瞧他们有何益处啊？一个盲妇，一个稚女，有何益处？常氏，本官在微服私访时，曾于你家中寻得魏老五平时惯用的拐杖1根，你可带来了？啊，带来了，带来了。丫头，呈上。大人。陆大人是说魏老五是个跛子，既然能登门借粮，足证其行路无碍。谁说跛子不能刨土埋尸了？徐大人仔细看看这一老一少，都是眼内生障，清白闭目，虽生眼珠，却是难辨事物，只知明暗三光。眼前这孩子年不过13，天光亮时眼目尚明，昏暗时却又视物不清。外胎秘要将此病名为脑瘤青盲眼。他们祖孙3代都有此疾，魏老五发病并不十分厉害，平日里只是事物模糊，尚且勉力做工，
故不曾对外张扬，怕是误了生计。可是，正如徐大人所言，时值婚夜又逢大雨，魏老五事务不清，须得倚仗成行。他又如何抬尸，怎生引来？魏家自有仆通近邻，魏克俭又何必舍近求远，苦求外人帮忙？魏老五家中自有老母幼子待养，为了一袋谷物50文钱，他又怎会舍命为他人抬埋尸体？可见全是一派胡言。唐商再敢风言乱语，一律棍棒伺候。说的是，那傻子莫不是受人教唆了？哎，这叶老和尚也是可怜呐。将他们带下去吧。传杨继盛，杨氏上堂。这是真的问题啊！是真的假的？笔墨伺候。写吧。跪着写。杨氏，坐吧。本官不问旁的，只问你们一条：听闻贵府杨老爷在世时时常生病，吃的是哪家药店的药，用的又是什么方子？都写来看。郎君，堂上这是做什么呢？这个陆将来到底弄什么鬼？大人怕是误听了什么谣传。王父身体一向康泰，只因年纪渐长，有些腰腿酸痛，身热心烦，吃的是益心堂配好的坎梨丸。就是你送来的坎梨丸。服用不及1月，父亲便起了高热，腿生肿痛，才知黄柏之母少火生气，亏损肝肾，改为晨起服用补中益气汤，晚用6味地黄丸。杨继盛，这是为令尊看诊的安乐堂名医高淑薇亲笔录下的医案。魏氏族人急于翻案，怎知不会收买庸医做伪证啊？那魏家人怎会知道？父亲服用了高神医的药后，身体康泰，精力健忘，为你又生了个庶出兄弟的。魏家人怎会知道？你怕庶弟分薄家产，偷偷将那孩子赶去庙里。他们又怎会知道？老夫死也不肯瞑目，强扯下你腰间这块玉佩。你为了抢夺玉佩，强行掰断4人指骨的。大逆不道！真是结束！太残忍了！大人，魏家出事之前，我年年都会去庙里送冬衣糕点，只管去临济城外金光寺查访，看他抵赖得过。杨继盛，说的都是杨家的私隐，外人不知的。你还敢说他不是杨氏吗？陆大人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有不泄机密的妇人。这杨氏嫁入魏家，夫妻私语时泄露天机，也未可知呢。先前荣大小姐亲口指认，难道她也做了假吗？大小姐，小人僭越一言。出门前，老夫人再三叮嘱说，就算天大的事，也越不过荣家去。究竟该怎么做，小姐心中当有决断。
都别跟来。传荣善宝。荣善宝，本官今日郑重地问你：你当真不识得这位妇人的身份？该说的话，昨日过堂都已禀过，吾未再问二遍。你唤她一声义母，便有母女情谊，你怎能忍心叫人指认她为娼妓呢？大人存心偏袒魏家，我亦无话可说。好，你既不认得她，荣家有人来证。传荣云音、荣云丸上堂。大人，我六妹云丸天生痴傻，如何上堂作证？一个疯子都能上堂指认，更何况六小姐赤诚如鹰，天生不会捏词造谎，岂非全天下最诚实的证人？传。这个就是荣家六小姐，怎么是个痴啊？还是个痴啊！梁妈妈，婉婉，陆大人，这分明是个痴儿，要他做的什么证？大人容禀，杨氏投奔我家后，便在六妹身边做了女使，一手将她带大，从来坐卧不离的。迄今10载有余，荣家上下皆唤其为梁妈妈。大人，四妹荣云烟守园铸下大错，罚去茶山上养茶。她对荣家心怀有怨，证言不足采信。六妹云丸神志糊涂，发病时连人都认不清的。哪里分得出什么梁妈、杨妈？大姐姐，你扯谎，我们认得清，我认得清的。你看，你看呀，我才7岁，梁妈妈就教我画画了，还画了我，还画了她自己。梁妈妈呢？你看，大姐姐，这里还有你呢。大姐姐，你和我说过，小孩子是不能扯谎的。你骗我，你骗人！婉婉10年来字画张张皆有落款，将其与杨氏笔迹相验，便知荣善宝全是虚言，梁妈妈便是杨氏。取来画作，当堂比对。是。杨氏，快住手！大人，民妇投奔无门，蒙荣家善心收容，是我生出贪婪之心，冒认杨氏讹诈钱财，民妇认罪了，求大人扶天下刑，莫再牵累无辜。二位大人，堂上看得真切，这个女人亲口认罪了。我说什么了？她根本就不是我杨氏女，她是个低贱的娼妓，一个作伪的娼妇。大姐姐，大姐姐，大姐姐！陆大人毕竟年岁尚轻，急于破案立功，方才受人蒙蔽。
待我亲书题本上报刑部，仍旧维持原判。至于这个诬告的杨氏，来人，先痛打40大板。他不曾诬告任何人，只因他就是杨氏。公堂之上岂容你出尔反尔胡乱之人？你说他是杨氏，难道你荣家要认下这私藏贩妇的罪名？大人，她是杨氏，是魏克俭之妻杨继盛亲妹，是魏家旧案唯一可信的干证。早在10年前，她便欲现身作证，奈何势单力薄，险些命丧杨家。性命攸关之际，荣氏善心庇护，只为保全证人，以待他日有贤官下降，也好拨云雾堵青天，替魏家沉冤昭雪。在此之前，便有大人威逼，证据我也不敢承受。陆大人，我有当年杨氏换下血衣一件，名医赵世敬亦可为人证。藏匿荣家10年的仆妇，便是杨云，绝无虚假。什么？怎么一会儿真一会儿假？是是是。方才荣大小姐力证杨氏为假，不过是为了替本官引真凶上钩。如今杨氏、杨云再生，一切便已真相大白。杨继盛，你污蔑魏克俭误杀妻子在先，谋杀干政未遂在后，至今仍无悔恨之念，未掩事实真相，捏刺构陷亲妹为娼，其刑可增，其刑可诛。本官也不愿同你啰嗦。来人！先痛打40大板，再来问话。就该这样，就该这样。去！走！住手！姑母，救我爹啊！爹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姑母，救我爹！姑母，姑母，姑母，救我爹啊！姑母，不要！爹！爹！大人饶命啊！爹！大胆师兄，魏克俭分明无辜，却被你虚构成罪；杨继盛罪犯不赦，你却屡屡私赠宽待，刑部驳回判决。你也敢百般遮饰，存心阻挠，将人命诸案视作儿戏。依我朝刑律，当官司故出入人罪，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。来人，给我剥去他的无上官袍，叫他堂下戴罪。陆将来，你敢？你看我敢还是不敢？拿下！哎哎，陆大人，陆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官，你说，哎，拿下本官！陆大人判得好！青天大老爷，这是为民除害啊！判得好啊！老夫人，
大小姐回来了，正在外头候着。是赢了，还是输了？老夫人，4小姐办到劫了6小姐去。6小姐在公堂上认的人，原也怪不得大小姐的。好在当众辩得分明，那杨氏本身无罪过，荣家受荣干政乃是修仁行义，何错之有？外头明理的，哪个不赞老夫人宽容慈爱，庇护无辜的？这点子虚名要来何用？荣家早有家训，同君子结交，怎么亲厚都无所谓，但要是小人呢，就得加倍谨慎。内疏外进是头一条，凡事多忍让退避，不可争一时义气，公然揭发小人的阴谋，必惹来无尽的怨愤与报复。魏家那桩案子10年都办不成，牵扯的就只有他徐松一人吗？其中缘由深不可测，他身上担着的可不是他一人的荣辱，还是太过轻率，行事有欠老成啊。老夫人，眼看外头秋风起了，大小姐又大病初愈，是不是叫进来回话呢？你去，怎么了？祖母，都是孙女的过错。那日4姐姐仓皇从花厅离开，路上叫她也不应，想必是偷听到了大姐姐是如何处置六妹的。如果孙女早些察觉有异，也不至于落得公堂上姐妹对争，或使大姐姐自犯其言了。都是孙女的过错，求祖母宽谅。果真不欲人知，又岂会宣之于口？怕是故意说给他听呢。好啊，这是诚心同我顶着来了。祖母，不干你的事。老夫人，那大小姐她……叫她滚！大小姐为着一个杨氏，不惜忤逆疼爱你的老夫人，同整个临济官场为敌，值得吗？老夫人教养大小姐长大，从未动过这样大的火气。你若真心为大小姐着想，便不要多事。荣家向来是太平无事的，全怪那个陆江来生事，惹得大小姐伤心伤情，更被老夫人厌弃。她真的该死。荣家多年立足临济，少不了主事人同官场相互牵制，才能维系面上的和气。要做荣家的主事人，绝不能心慈手软，以私废公。大小姐太重情义，犯了老夫人的大忌，只怕荣家的天要变了。你马上把4小姐押回茶园，老夫人是不肯再见她了。快去！是。
快走！所有人，原地不许动，备治安同党论处。这边，在那边，走开！王府谢谢，一件件登记造册。师爷，查哨时搜遍杨家上下，唯有杨一堂不知所踪。据管事的交代，存放于库房的几箱金珠细软也不翼而飞。杨家这是早有后路，传令下去，全城搜捕。嗯。饶我们快呀！你放我！大人，大人，我大人，冤枉了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大人，冤枉，大人，我承认了，我真的冤枉了，那是什么人？回大人，此人正是从前桐庐县知县范文德。坏就坏在当时的主审官范文德因突发暴雨，赶着维修垮塌的民宅，迟了3日才去验尸。他又坚持证据不足，不肯判死魏克俭，数次为魏氏喊冤，才因贻误案情而落罪。好文章啊！大人，您还缺点什么？小的再去给您拿点儿。这肉柴了点儿。哦，好，这就去换。徐知府，真是好胃口啊，吃的可还尽兴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怎么，陆巡案跑这儿落井下石来了？为徐大人再添一道菜，上菜。断头饭。陆家来，你敢判我死罪？徐松，杨继盛受不住大刑已经招了，你收受杨家贿赂，将魏克俭屈打成招，牵累魏氏数条人命，闹得民怨沸腾，人心惶惶。本官判你斩首示众，以平临济民愤。你不能杀我！你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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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断头饭就该吃得丰盛些，为大人再添2道菜，也不枉大人先前对本官的多番照拂。是。陆大人，陆大人，魏案该系重大，岂是我一人左右？如今判我死罪，更不该我独个受死。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！哦，那依大人所言，还有何人牵涉其中，至今逃脱法网的？是谁？我不能说，不要逼我啊！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要听你亲口说出他的名讳。陆大人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此举定会引发官场动荡。我就算不被判死，也不能从这儿活着走出去。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呀！我，开门！快开门！快！徐松，徐松，快叫人！是。不是小人，这酒菜是徐家人送来的，不关小人的事啊，不关小人的事啊。
魏家旧案水落石出，魏克俭及魏氏族人无罪释放，杨继盛因诬告反坐，秋后便回问斩。你当真不和我同去京师复命？老师，临济有徐松这样贪赃枉法、昏聩荒唐的恶人，更有许多宁愿下狱，也不肯断死无辜的好官。为了坚持公义，不幸落罪的几位老知县，至今人还在狱中，迟迟等不到开释。徐松处处遮掩，不敢吐实，可见幕后之人手段厉害。不将他落案定罪，怎么称得上是水落石出？学生已上了奏章，自请继任临济知府，立志扬清激浊，荡去此秽，以正此地官场风气。糊涂，水至清则无鱼。立身官场，总有许多无可奈何之处。遇到险阻，宜急流勇退，慢待来日。学生天性愚顽，从不问什么急流勇退，只懂知难而进四字，还请老师宽谅。你年轻气盛，将来会吃大苦头的。老师千万要保重身体。临济早春的龙井最好，您来的晚了些，未能赶上。您知事后要回原籍相居，船还是要从临济过的。到时候，学生会带上极品的龙井，就在码头上候着您来。只怕老夫一走，茶水就凉了。江上风高浪大，你要好自为之。还不出来，跟了我一路，真以为老夫不知情吗？父亲，梅英见过陆师兄。见什么见？走了。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立圆滑而迷天真。年轻人若没有一点锐气，将来能有什么出息？眼前的这个关口，他若是能闯了过去，老夫的婴儿也算是有了终身托付之人啦。父亲这一走，陆师兄全没了倚仗。女儿倒真想瞧瞧，他究竟有什么本事，能单枪匹马的将那封疆大吏扯下马来。大小姐心善，除了你，没人会来看我这个弃妇了。我苟且偷生10年，杨家人恨透了我，欲冤我为荡妇。我想替魏氏洗冤，却换不来魏家半点感恩，只骂我为毒妇。现如今街头巷口，就连卖菜婆子都啐我为灾星。大小姐觉得我又是谁？干娘，何须理会那些俗世口舌？当年抬入魏府的八抬轿，我这手臂也曾赛过贡缎呢。嫁入魏家后，我只被唤作杨氏，现下又是荡妇、毒妇、灾星，无人记得我姓名。大小姐，我名杨云，
从今往后，再也无名无姓。大小姐以后再也不必为我忧心了。我已想好了归处。干娘若能安宁自在，也是一处安身之地。我不回去，谁也扭我不得。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承望你考取功名，耀祖光宗。可你倒好，却跑到荣家来入赘，真是个孝顺的儿子呀！我养育你20年，你就是这样打报父母的吗？啊！父亲，我就是喜欢表姐，安心要在荣家入赘，你少管我！你个逆子！你知不知道这荣家是什么地方？那老妇人心狠起来，胜过吃人的恶魔。当年我就不该送那碗肉汤，结这门见鬼的干亲，你还敢一头撞起来，真的是不要命了。哦，我倒不知荣家是个什么地方，不如舅舅说与我听听。大小姐来了，舅父也是一时失言，好生女休要见怪。行了，这话叫祖母听见了，你那养鸟遛狗的逍遥日子就到头了。把人带走吧。好，带走。郎君，郎君，我自打做这些事情，就知道会伤了情分，伤了你的颜面。可我还是做了。姐，我没有半点后悔。表姐要赶我出荣府，可有些话我还是得说。旁人钟爱表姐，爱的是你的容貌和才识，可你若相貌平平，也不是荣家女儿。表弟依旧是表弟，无缘男女情爱，也有姐弟之情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你继续说吧。来荣府门上的，没有一个是真心待你的，尤其是那个姓陆的表姐，何等的尊贵高傲，为了她劳心劳神，损伤颜面，更失爱于家人，太不值了。你立心要将荣氏发扬光大，是荣家最耀眼的明珠，所有人都在仰望你，不该为一个男人绊住了脚。杨氏下落是有人蓄意传给我的，荣家有人要害你，你要早做打算。烟雨漫过长亭霜，景色破碎于旧月光。你眼底浮动的星芒，是前朝未解的记账。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，我愿作笔锋千年守望。烽火燃尽时问你眉间苍凉，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。莫笑迎头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怎样？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势坍塌，趁几分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同里遥行菩提下，过茶眼角悬时光。踏碎旧万场，岁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中尘荒凉梦长，爱是刺破虚妄的寒芒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辉煌，用亘古心跳做重trang。我想迎头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
岁就完成雪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终成黄粱梦茶，爱是刺破虚妄的悍马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文化，用亘古心雕作终章。古人饮茶最初是为了提神醒脑，一盏入喉，倦意顷刻散去，文人又能全神贯注地看书了。实际上，茶对人体健康还有着大作用。在《茶经》中记载了茶的功效：若热渴、凝闷、脑疼、目涩、四肢烦、百节不舒，疗四五绰，与醍醐甘露抗衡也。经现代科学检测，绿茶中的茶多酚和儿茶素能显著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，减少氧化损伤，从而延缓衰老，并预防多种慢性疾病。而茶多酚呢，能够吸收放射性物质，减少电脑、手机等电子产品对人体的辐射伤害。而且对于饮食结构以肉食为主的地区来说，茶更是重要。比如高原地区的饮食以牛羊肉和糌粑为主。而喝茶呢，不仅有助于消化，还能维持人体体内酸碱平衡，弥补饮食结构中的不足。所以早在1000年前，茶叶就成了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商品。